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非同步教学活动和经营实务的第4个部分。那在这第4个部分呢，我想要总结一下我们之前3个部分所有的一些问题。那主要这一次呢，第4个部分我也要跟大家讲解一下我在非同步教学带领的一些诀窍，还有一些 Q&A， 那也算是前面3个部分的一个大的总结。好，那这边呢，我有列出了蛮多的问题，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好，那主要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像是第一个学生问题一堆如何解决？好，那我自己个人，因为我在教这个线上的程式设计的课程，所以说同学第一个遇到的问题呢，就是他们学生的电脑都是百百种每一个电脑的问题遇到的都不一样，所以呢，有 Windows 的系统，有 Mac 的系统，作业方式都不一，所以说我这边呢，我就会把这个 Windows 还有 Mac 的系统呢，所有安装的方式，还有会遇到的这个问题QA 都尽量的整理好所有的内容之后，放到制成这个教材，然后放到平台上面供他们来做这个问题排除的依据。好，所以说呢，那我也会在这个非同步的讨论区呢，请学生们要互相的帮忙。好，那我就是尽量能让这个每一个学生的问题呢，都尽量可以在这些教材还有讨论区之内呢，找到他们可以找到他们的解答，这样子，所以我就会把这个 QA 的部分做得非常的完整，然后重点呢，就是让学生们去互相讨论，互相的帮忙。好，那这个图案呢，左下角是我做的一些这个详细 QA 的画面，那右下角还有一些问题排除的一些画面，那这些都是我教材上面会写得非常的清楚，然后让他们可以针对这些 QA 呢来排除自己的问题。好，那当然 QA 的话是老师们在每一次的课程当中会遇到问题，我都会把它收集起来，所以每一年的 QA 我都会持续的让它一直在进化，所以说 QA 会越来越精准，然后呢包含的内容会越来越多，那最后呢这个 QA 就会非常的好用，这样子，那也提供给老师们参考看看。好，那第2个问题呢，通常在线上非同步的这种教学的时候，学生提出的问题都描述的不太清楚，那解决问题事倍功半。好，在非同步讨论区，学生提问题描述不清楚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情形。其实每一个学生的程度都不一样，文笔也都不一样，所以这个表达方式也千奇百怪所以说我们在上课之前的规则呢，我们需要让学生他有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表达能力，所以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会立下一些规则，像是提问前先确认老师的教材和投影片 QA 中是否有相关的解决方式，好，请他们再检查一次。第2点，在讨论区提问的时候，请附上遇到问题的详细的状况、错误的截图还有或者是像我的程式的部分，我会请他们提供完整程式语法的截图，还有他自己资料夹的一些截图，这样子。那这样我老师呢，或者是学生呢，才可以比较好厘清他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第3个呢，当然就是提问的时要有礼貌的询问。那有别人帮你解决问题的时候呢，记得回应感谢，这是基础的礼貌的问题。那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学生之间互相讨论呢，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那彼此之间也可以获益所以说我们会把这个学生在讨论区提问的时候应该有的一些方法应该有的一些尝试，也都跟他说明清楚，这样的话会比较让他们提问会更有效率。好，那第3点的话，像是线上期中和期末的问卷填写率不佳，基本上因为像我们学校在线上课程的话，我们都有期中的问卷中间的中，还有期末的问卷。
那这问卷的话，不管是在学校的一些评量，或者是在教育部的课程认证，都是非常需要的。所以说，我们会在这个课中的时候建立这个期中的课堂的反应问卷，还有期末的课堂反应问卷。好，那怎么样提高填答率呢？通常我自己的经验啦，我会把这个填答问卷跟作业或者是测验绑在一起，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完成问卷的填答之后，才可以交作业。就是让它跟成绩绑在一起的话，那他们才会愿意去作答。那作答完这个问卷之后呢，才可以交作业，这样子。那在约 Moodle 或 Chunkclass 平台，看你学校是用哪个平台，每个都不一样。如果在 Moodle 平台当中的话，你可以进入到课程的页面，然后到这个修改设定，然后把这个完成度的追踪，把它设成启用。那在我右上角这张图呢，就是 Moodle 的画面。那我们把这个完成度的追踪设成是，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把这个回馈的问卷呢，跟测验呢做一个相关联。那在 Chunkclass 平台当中呢，我们在进入课程的页面，还有课程的设定到教学模式的分页，把这个闯关式学习开启。闯关式学习开起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跟 Moodle 一样，你就可以去把这个问卷跟测验呢做一个关联。那只要他做完这个问卷，他才可以去做这个测验或做这个作业。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提高你问卷的回收率。好，我是这样子来进行的。那第4点呢，学生之间的讨论状况不佳。对，通常呢，我们在提出一个问题或者议题的时候，让学生在讨论区中自行去讨论。通常学生呢，他只有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才会上讨论区，平常的时候他们是不太会上讨论区讨论的。所以呢，基本上我会让他们自己去遇到问题的时候，先在讨论区上发言来询问学生。那我自己呢，先不用来问老师。那老师呢，也尽量不要在讨论区上面一看到问题就给予解答。这样会变成说，这个讨论区的提早的中断。那我这边都会给他们一点时间，让他们自己去寻找答案，或者是让其他的同学来回应。所以说，老师们尽量不要在讨论区上面过早的给予答案或指引。那我的建议是，虽然说这个是我个人经验啦，建议是，先观察个2到3天，让学生们充分的进行讨论之后呢，老师们再介入进行这个后续的这个指引。这样的话会让这个讨论区的生生互动会更频繁一点。好，那第5个的话，线上作弊，线上考试如何防避？线上考试其实真的没有绝对的防避方式。那经过我们这几次线上的考试，还有一些实施之后的心得，其实我们真的是蛮倾向老师对于这个线上考试的一些观念必须要做一个转换。那我们把这个线上考试呢转换成像是 Open Book 的方式啊，或者是我们转换成让这个用其他的线上评量的一些规准来取代线上考试的分数。这样的话呢，可以或者是把它的线上考试的评分的比重降低。这样的话应该会对于这个老师评分上面会有比较好的一些帮助。好，那再接下来在非同步教材和影片的录制心得。基本上呢，在我们录制影片的时候呢，我会建议老师们用重点单元来切分。那每个影片呢，我们用10到15分钟为主。因为如果太长的影片的话，可能就会造成这个学生学习上面的涣散。所以，然后我会建议在这个影片当中，如果可以的话，老师可以尽量加入字幕，或者是说，在制作这个影片的时候呢，如果老师您这个教材会重复的利用，
就是每一个学期都要用到这个影片的话，那我们在影片当中呢，我们切勿提到任何时间、课名、学期等等的资讯哦。这样的话，你的影片才可以在每一个学期都可以重复的利用。好，如果你提到了任何有特殊时间的部分的话，那可能导致你这个影片以后要重录了。所以说，如果说你这个学期当中有一些课程的公告啊、作业啊、事项的宣布啊，那如果真的需要录成影片，请单独把这些公告、作业独自录成一个影片，不要跟课程的单元的教学影片合在一起。好，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你课程的教学影片是可以重复的利用。好，这样子。那我们可以善用一些影片的编辑工具，来帮影片来做一个重点或声音的提示，像是 OBS 啊、Canva 啊、DaVinci 啊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工具。那右边这边我有些截图是我们当初帮这个我们东吴的图书馆馆长李中和老师这边做的一个日语的教学的影片，那我们尽量也都会图文并茂，那让它有一些字幕，还有一些重点的标示。好，那再来的话，我们关于非同步的线上教学呢，我们还需要找到一些像是这些需要关怀的学生有哪一些啊？因为其实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也是这个课程经营上面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好，所以像我自己个人的话，在我们学校期中会有一个学业关怀的期间嘛，那在这个期间我会利用平台的学习分析的功能也就是完成度，来找出有很多作业或测验都没有完成的学生，或者是他影片的浏览率非常低落的这些学生，给予一些协助和关怀。那这边我有2张图，右上角的图是 Moodle 的画面，那我们是把这个完成度开起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它哪一些教材是有完成的，有完成就有打勾。好，那左下角是Tron Class 的画面，我们也是在这个学习分析中把它打开之后，你就会发现有打勾的部分就是它学生有完成的，那没有打勾的部分就是学生没有完成。那整体的看完之后呢，就可以看出哪一些学生是需要给予更多的辅导。那第8个部分的话，但老师每一次的线上的课程呢，都切记要保留这个课程的历程的资料，像是我这边像是学生学习历程的分析啊，还有一些课程的影片啊，还有一些学习的历程的记录，我这边都会把它储存下来，或者是截图起来，在以后老师如果要做一些评鉴，或者是提供课程认证的佐证的时候，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好，所以我这边也都会把这个课程的历程都记录起来。那老师每一次你线上跟学生开会啊，或者同步会议的时候，也记得都要录影片了。那把这个影片存起来之后，我都会把它放到云端的硬碟里面，那作为这个佐证的资料。那未来如果老师您在评鉴认证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资料提供上去。那基本上呢，这部分都是我在这个历年做这个大规模的非同步线上课程的一些经验还有心得。那当然非同步的部分呢，老师们最主要遇到的问题可能还是在于录制教材，录制这种非同步的教材会花费比较多的心力啦。但是我相信只要老师们可以把这个教材录制完之后呢，然后每个学期都可以利用，相信这种非同步的教学的经营呢，会是一个非常有利于老师的方式。好，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边结束了。那有什么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来做一个讨论。好，那谢谢各位老师。